告別 Game Over 的簡單消失，只需要一個簡單的 shader 就可以做出這種非常不錯的溶解效果。來看一下具體是怎麼實現的吧。找到我們的 Animate Sprite 2D， 新建一個 Shader Material， 再來一個 Shader 腳本。先在編輯器把噪聲圖添加好，我們回頭再好好品一下這個 Shader， 配置一下 Shader 的參數。需要一張噪聲圖，為了讓溶解特效更加明顯，直接把 Frequency 拉滿，給溶解特效選個亮顏色。這個則是邊緣寬度的參數。好的，我們回過頭來再看一下這個 Shader 腳本，有4個自定義的參數 ：Progress 溶解進度，控制溶解過程進行到哪一步了。是驅動整個動畫的核心。Noise Tracer 就是一張黑白的噪聲圖，決定了像素消失的先後順序和形狀。Edge Color 是溶解邊緣的那圈高光的顏色，而這個則是邊緣的粗細。片着色器會對當前 Sprite 的每一個像素進行一次快速的判斷，根據噪聲圖的亮度和當前溶解的進度來決定這個像素的命運。這其中的邏輯需要好好解釋一下。Noise Value 是一個介於0到1的值，0代表着黑色，1代表着白色。為了方便講解，我們先把噪聲圖的 Frequency 變小，再把 Progress 拉到 0.5。想象一下 ，Shader 對 Sprite 的處理在此時此刻停止了。HY 的值我設置為了 0.1。這個值不是像素大小，而是相對於 Progress 的偏移值，也就是 Noise Value 除以 0.4 到 0.5 這個區間的像素點顏色需要調整為 H Color。本質上 Progress、HY 都是 Noise Value。那麼當前透明的區域是什麼情況呢？其實這片區域內都是 Noise Value 小於 0.4 的像素點，而同理 ，Noise Value 大於 0.5 則保持像素點原來的顏色。希望我講清楚了。為了讓溶解特效動起來，我們需要一個 Animation Player， 新建一個動畫。常見的做法是添加一個軌道屬性，但是我們可以看到這裡只能選擇到 Material， 而控制特效的播放是通過自定義的 Progress 參數實現的。我們需要通過編輯器面板上的這個小鑰匙為 Animation Player 創建關鍵幀。這裡有一個小坑，一開始我也是點了半天也沒有反應。這裡需要在底部欄的選項切換為 Animation， 才能在 Animation Player 中添加關鍵幀。初始幀參數為0，結束幀參數直接拉滿。最後來瞄一眼在腳本中該如何調用。在死亡動畫的最後一幀，播放由 Animation Player 創建的動畫。如果覺得視頻還不錯，別忘了給我點讚。我們下次再見 ，See you。